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主管，人很好，跟谁都称兄道弟，可是团队就是一团乱。规矩明明写在那里，他心一软就破例，老陈不好意思说，新人不忍心催，结果认真做事的人寒了心，会讨好的人反而吃香。最后大家比的不是谁把事做好，而是谁跟老板关系近。我们从小被教待人要带心，做人要讲情义，这当然没有错。可是只要你开始待人，迟早会撞上一个残酷的真相，光有善意不够，光靠交情更危险。今天感激你的人，明天可能就扯你后腿，你越是只靠人情去管理，越可能在某一天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反咬一口。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就把这件事看到了骨子里。他不跟你谈理想，不灌鸡汤，只冷冰冰地告诉你，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良心上，要靠看得见、靠得住的制度。历代多少帝王，嘴上讲着仁义道德，桌底下却把他这本书翻得稀烂，因为他讲的是权力与人性最真实的逻辑。这本书就是《韩非子》。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讲在前头，我带你读它，绝对不是教你玩弄人心，搞厚黑学。恰恰相反，他教你看懂人性，是为了把制度设计好，把团队带清楚，也为了保护好自己，不被人轻易架空利用。今天20分钟，我帮你读完《韩非子》，把这位法家大师的育人之术拆成5个你今天就能用在管理、职场、团队里的重点。我们开始。先花2分钟认识一下写这本书的人，还有他到底在讲什么。作者叫韩非，战国末年韩国的公子，贵族出身。可他天生口吃，讲话不利索，在那个靠一张嘴游说打天下的年代几乎是致命伤。但他不能说，就拼命写，把满腹的观察和谋略全写进文章，文笔犀利，逻辑冷峻，一篇比一篇狠。讽刺的是，他几次上书劝韩王变法图强都没有人理，文章却传到了敌国秦国。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读到他写的《孤愤》5度，激动到拍案叫绝，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死也甘愿了。结局却很悲凉，韩非到了秦国还没有被重用，就因为同门师兄弟李斯的极度谗言被下狱，被逼自杀。一个把人性算得那么透的人，最后竟死在自己最懂的权力斗争里。那他到底在讲什么？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核心就是3个字：法、术、势。法是摆在桌面上，人人都要守的制度规则；术是领导者藏在心里，用来是人和驾驭下属的方法；势是你坐在那位子上所拥有的权力和威信。3个合起来，就是一套2000年前的组织管理操作手册。他还有个很现代的观念，他在5度里说：失意则失意，失意则被变，时代变了，事情就跟着变，做法也得跟着变。抱着老规矩不放，不肯与时俱进，迟早被淘汰。最后要先讲清楚，因为这是最容易让人误会的地方。韩非讲人性讲得很冷，很不留情面，他假设人都是自私、靠不住的。但他不是要你去恨人、害人，而是要你看清现实，只有先承认人性没有那么美好，你才不会把一切赌在别人的善意上，才会去建一套就算遇到坏人也垮不掉的制度。看懂人性的暗面，是为了把光明的事情做得更稳。如果要用一句话抓住整本《韩非子》的精髓，那就是4个字：育人之术。但这个育字，你千万别理解成耍手段、玩弄人。它真正的意思是，管理不能靠感觉、靠人情、靠运气，而要靠一套清醒的、可以复制的方法。我们大多数人带团队靠什么？靠我觉得他人不错，靠大家都是兄弟，靠他应该不会骗我吧？韩非会冷冷地反问：应该？你把整个团队的命运压在一个应该上，不觉得太冒险了吗？韩非整套思想就是要把管理从赌人品变成靠系统。好的管理不是去找一群圣人来帮你做事，圣人太少，你找不到，而是设计一套机制，让哪怕是普通人，甚至有点私心的人，在里头也只能
也愿意把事情做好。说穿了这一句话，不要寄望人人自觉，要设计到让人不得不也乐意守规矩。这套思想是一把锋利的刀，用在正道上，帮你把团队带得公平又高效，用歪了就成了算计人的权术。差别只在你的心摆在哪里。所以我今天会一直提醒你，每个重点都从2个方向看，你怎么用它把事做稳，以及别人若这样算计你，你怎么看穿，怎么自保。接下来，我把这套驭人之术拆成你最该懂的5个重点。第一个，从整套管理的地基法开始。第一个重点是整套管理的地基叫做法，靠制度规则来管事，而不是靠人情和老板的心情。韩非有一句话讲的斩钉截铁，法不阿贵，绳不挠取。阿是偏袒，绳是木匠取直用的墨线。意思是，法律不偏袒权贵，就像墨线不会为了迁就弯曲的木头，自己也跟着弯。紧接着他补了一句更狠的，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处罚犯错的，再大的官也不放过，奖赏做对的，再小的人物也不漏掉。这就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最早也最霸气的版本。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因为人情会变，标准会飘。一个团队里最伤士气的从来不是严格，而是不公平。同样迟到，老板的红人没有事，老实人就被骂；同样的功劳，会邀功的升了官，默默做事的被忽略。久了大家都看明白，在这里把事情做好没有用，把人搞定才有用。于是没有人拼业绩了，改拼关系，拼战队，团队就这样从根上烂掉。翻成今天，这叫对事不对人，规则大于人情。举个例子，一间公司定了考勤和绩效制度，老板却对自己带来的老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新人全看在眼里，制度成了废纸，能力强的人纷纷走人。反过来，另一间公司不管你是创始元老还是昨天刚报道，赏罚一视同仁，白纸黑字，短期好像不近人情，长期却留住了真正想做事的人。但反过来，当你身在一个人治的环境，怎么保护自己？记住，凡是靠关系、靠老板喜欢运转的地方，今天的恩宠随时变成明天的牺牲。所以重要的承诺和权责，尽量白纸黑字，留下凭据，别只靠一句“我不会亏待你”，把重要的事建立在制度上，而不是别人的好心上，这才是你最稳的护身符。第二个重点是领导者必须私下修炼的内功术，也就是人和驾驭团队的方法。如果说法是摊在阳光下，人人都看得到的规则，那术就是领导者藏在心里，看人用人的那套本事。韩非开宗明义就讲，民主之所导致其成者，二秉而已矣，意思是，高明的领导者用来驾驭下属的，其实只有2个把手。哪2个？他说，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白话就是，一个是罚，一个是赏。赏和罚谁不会？但韩非点破了关键，这2个把手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绝对不能旁落。一旦赏罚之权交给了别人，下面的人就会去讨好那个能决定他们赏罚的人，不再听你的，你这个领导就被架空了。术的另一半是世人。韩非不信一个人嘴上说什么，只看你做出什么结果。他主张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叫虚名则实。你答应要做的事是名，实际做出的成果是实，拿着当初的承诺去对照最后的交付，对得上就赏，对不上就罚。光凭印象，光凭谁会讲话去用人，迟早被花言巧语骗得团团转。举个例子，聪明的主管从不因为某个下属看起来很忠心，很会说漂亮话就重用他，而是给他一件具体的事，看他交出什么成果。同样，他的赏罚一定亲自把关，绝不把这权力整包丢给某个心腹去代管，因为他懂，一旦赏罚之权旁落，团队很快就会冒出一个架空他的地下老板。真正会用人的领导者，看的永远是业绩和交付，而不是谁最会在饭局上敬酒。那反过来，当这套术用在你身上呢？
要警惕一种专靠操弄人心的主管，今天捧你，明天踩你，刻意让下属互相猜忌，好让自己掌控。遇到这种人，看清规则，守住本分，把成果留下凭据，真本事才是你最不容易被拿捏的底气。第三个重点，最容易被忽略却往往最关键，也就是你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个位置赋予你的权利和威信。韩非有个很犀利的洞察，一个人能不能让别人服从，常常不是因为他多厉害，而是他坐在什么位子上。他打过一个很有名的比方，一条飞龙能乘着云雾飞上9天，可一旦云散雾没有，就跟地上的蚯蚓没有两样。这片云雾就是事，你给他位置，给他权责，他一句话就有人听，位置一抽掉，他再有才华也使唤不动半个人。韩非还在5度里引过一句俗话，长袖善舞，多钱善假。手里的凭借越厚，事情越好办，这份凭借你必须认清并守住它。翻成今天的管理，是给你2个提醒。第一，当领导，该有的权责和名分一定要真正握在手上，很多人当了主管却没有人事权、赏罚权，成了有责任、没有权利的空壳，最累也最危险。第二，要懂得借势，聪明人做事会善用平台、职位、组织给的势能，而不是凡事只靠自己硬碰硬。举个例子，一个新主管手里若没有真正的决定权，光靠博感情推动工作，往往力不动人。公司一赋予他权责，他做起事就顺多了，不是他一夜变强，而是有了势。再看2个能力相当的人离开公司，一个一直靠大平台的招牌办事，离开后寸步难行，另一个平时就把本事长在自己身上，换个地方照样吃得开，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把位置给的事物当成自己的本事。那是也提醒你防一件事，永远分清楚，别人对你客气，是冲着你这个人，还是冲着你的位置。在位时被人捧着很容易飘，可一旦离开那位子，人走茶凉是常态。所以趁着有事的时候，多把实力和真心的关系沉淀下来，能跟着你走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第4个重点，是韩非整套思想最冷，却也最清醒的地基，对人性自立的洞察。他有一个近乎冷酷的基本假设，人是趋利避害的，做选择时本能的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走，躲开有害的方向。所以管理不能光靠喊口号、讲道德，而要顺着这个人性去设计。韩非举过一个扎心的例子，做车的工匠盼着别人富贵，做棺材的工匠盼着别人早死，这不是前者心善，后者心恶，而是人有钱了才买得起车，人死了才用得上棺材，都是在替自己的生计打算罢了。这不是要你多疑冷血，而是与其指望别人发善心，不如去理解他的利益在哪里。当一件事既符合道义，又符合对方的利益，他才真正推得动。翻成今天，这叫设计激励，顺应人性。最高明的管理者，从不天天苦口婆心求员工要有责任心，要多付出，空谈道德是最没有用的管理。他做的是把制度设计成，员工把公司的事做好，自己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此一来，不用天天盯，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把事情做好。举个例子，同样想让团队冲业绩，一种老板天天开会强调要对公司有感情，讲得口干舌燥，业绩还是上不去；另一种设计了清楚的提成奖金制度，业绩越好，员工拿得越多，根本不用催。生活里也一样，与其不停催孩子读书、讲道理，不如想清楚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好处。人不会为你的道理拼命，但会为自己的利益拼命。那这份清醒，反过来怎么保护你自己？很简单，当有人对你异常热情，突然好得不寻常，先别急着感动，冷静问一句，他这么做，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不是要你见谁都防，而是让你在人情往来里多一分清醒，少吃暗亏。最后一个重点，是韩非留给每一个身在高位或想自保的人最深的一课：手多藏锋，别轻易让人摸透你，也别总想着耍小聪明。韩非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提醒，当领导的，越是把自己的喜好、
厌恶通通写在脸上，越危险。为什么？因为下属一旦摸清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就会投其所好，刻意表演。你以为你在看人，其实是别人在演你。所以韩非主张，高明的领导要收敛好恶，不轻易表态，让下属摸不透，反而能看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这不是城府深，而是一种不被操控的清醒。而比藏更根本的是，韩非借一个故事讲出了另一句话：巧诈不如拙诚。故事是说，有人靠耍小聪明、玩弄手段去立功，反而被君主怀疑；另一个人按良心办事，看似笨拙，甚至犯了点小错，反而越来越被信任。韩非由此感慨，再精巧的欺诈算计，都比不上笨拙一点的真诚。耍技巧能赢一时，时间一拉长，真正让人信得过的，永远是那份靠得住的实在。举个例子，职场上有两种聪明人，一种把聪明都用在表演和算计上，在老板面前一套，背后一套，谁有用就巴结谁，短期风光，可一旦被看穿，就再难翻身。另一种看起来笨一点，不耍花招，答应的就做到，该认的错就认，日子久了，所有人都愿意把重要的事交给他。靠话术能做成一笔生意，但靠真诚靠谱，才能做一辈子的回头客。巧诈赢在开头，拙诚赢在最后。那这一刻怎么帮你自保？两件事。第一，在还没有看清对方之前，别把底牌、真实意图、最在乎和最害怕的东西全亮出来，藏好底牌才不被人精准拿捏。第二也更重要，把聪明用在做事，把真诚留给做人，藏住该藏的锋芒，守住该守的本分，你才能走得又稳又远。好，20分钟快到了，我们把今天从韩非子挑出来的5个重点，串成一套管理的真相复习一遍。第一，法靠制度规则，不靠人情，法不阿贵，对事不对人，把重要的事建立在制度上，而不是别人的好心上。第二，术把赏和罚这2个把手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看人只看结果，当心那些专靠操弄人心的人。第三，是认清你的权力威信很大一部分来自位置，当领导要握住该有的权责，也要分清别人敬的是你还是你的位子。第四，人性自立，人都趋利避害，与其空谈道德，不如顺着人性设计激励，并用一句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保护自己。第五，手捉藏锋，别让人轻易摸透你的好恶和底牌，更要记住巧诈不如拙诚，把真诚留给做人。你发现了吗？这5个重点，表面讲的是帝王心术，骨子里其实是同一件事。别把希望全压在别人的良心上，而要靠清醒的制度，靠对人性的理解，把事情做稳，把自己保护好。这就是驭人之术真正的分量。但最后这句一定要再说一遍，读韩非子，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冷酷、算计，恰恰相反，它让你看清人性的真相之后，依然能选择善良，只是这份善良从此有底线，有制度护着。看懂人性的暗面，是为了把光明的事情做得更稳、更久。听完很过瘾，但你明天就忘了，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练的小功夫。韩非子最核心的能力，其实不是会用权术，而是看得清现实，不被表面的客套、漂亮的承诺一时的娇气迷惑，能冷静看到事情背后真实的利益和规则。这个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从今天起，无论你在管理别人，还是被别人管理，当你要对一件事、一个人下判断时，先别急着被情绪带着走，在心里按一下暂停，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这件事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在运作，还是全靠某个人的心情和关系？第二，眼前这人嘴上说的，跟他做出来的结果对得上吗？第三，他这么做、这么说，对他自己真正的好处是什么？你会发现，光是养成先看规则，再看结果，最后看利益这个习惯，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多了一层清醒。很多人在管理上栽跟头，在职场上吃暗亏，不是不够努力、不够善良，而是太容易相信表面，
太晚才看懂背后的局。学会像韩非那样冷静地看人看事，你就能从一个容易被人情和话术左右的人，慢慢变成一个既守得住善良，又架不空、骗不讹的人。这就是韩非子最实用的礼物。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留下的《曾国藩家书》。如果说韩非子教你看透人性，用制度把事情管稳，那曾国藩家书要教你的是一个资质普通的人如何靠日复一日的自律和踏实，把自己从平庸一点一点熬成大器。这是比育人更难的功夫，先育己，再成事。最后留一个问题，在留言区告诉我，你遇过最好或最糟的主管是什么样的？回头看，他到底是输在还是赢在哪一点上？我们下集见。